瞧瞧这猪刚烈在雪地上发呆，刚扭动屁股背后就冒出个老六偷袭。这个老六就是罗兰，这棍子下去可要了老猪一命。原本就食物丰富的他，只能含泪带他回家。为了庆祝狩猎到豪猪，罗兰还唱了起来。各位彦祖觉得这歌怎么样？处理豪猪需要耗费不少体力，罗兰可不想饿到自己，赶紧来块骨头啃来吃。隔着屏幕都羡慕他的生活，吃饱喝足后是时候处理豪猪了。豪猪身上的刺又硬又刺，只能通过火焰将表面清理干净，这样还能保留大量脂肪下来。费了不少功夫才弄好，别看这黑不溜秋的，这肉闻起来特别香。罗兰的晚餐就这肘子，他已经不知道这么形容了，只能不断往嘴里塞。而隔壁的凯瑟琳就没啥吃的了，每天只能到湖上砸个洞钓鱼，运气不错，很快就感受到有鱼上钩。Come on, come on, come on 幸好皮糙肉厚没啥事。Thank you. 他已经激动的不知道说什么好，这么大一条鱼，足够他吃好几天了。随着外面的雪越下越大，凯瑟琳空闲时就会编织雪鞋，希望到时能帮到自己。他现在体重比刚来时下降了很多，加上现在寒冷的气温，隔段时间就要回到营地取暖，钓鱼并不顺利，即使已经钓起来，还是被他挣脱离开。那么大一条鱼能提供不少能量，凯瑟琳情绪实在绷不住了。那鱼可不因为她的哭泣而奉献自己，考虑将之前狩猎到兔子弄成一件马甲，看起来相当有个性。不知道某宝上面有没有同款呢？考虑嘚瑟完又开始担忧食物问题，现行已经没有之前那么给力，好几天都没有动物的痕迹，没有食物体重会下降的很多，他怕会被节目组强制退赛。凯瑟琳在营地取暖，他剩下的食物也没有多少了，再这样下去实在坚持不到最后一天。醒来发现这天又冷了不少，凯瑟琳看了看待了这么久的地方，她觉得自己已经没有力气寻找食物了，非常不舍得这里，但是身体实在扛不住了。拨通节目组电话，很快工作人员就过来带她离开。现在就剩下罗兰和考利，不知道谁能坚持到最后。这个妹子是狠人，用刀子在自己身上比划，别误会，她可不是有什么癖好，只是豪猪刺扎在里面，用镊子尝试了好几次都没法弄出来，最后只能心一狠割个口子，这样才把里面的刺弄出来。之前虽然搞到了豪猪，但是处理时发现肝脏上面有不少白点，这个肯定是不能吃的了，就是不知道那肉怎么样。考利现在实在太饿了，不吃肯定熬不到最后，吃了又可能感染到什么，换作是你会怎么办呢？最后考利还是决定冒险，大不了到时用赢的奖金到医院多躺几天，将肉切块放到锅里面，经过煮沸之后，一大锅豪猪肉就好了。不得不说这肉实在好吃，即使到时会上吐下泻他也认了，他感觉坚持到最后完全没有问题。罗兰打算在这里打点水回去，淡水经常往他身上冲，冷得他瑟瑟发抖，费了老大劲才弄来一锅水，他实在不想再体验一次。让他没想到的是家里进贼了，老鼠偷吃牛肉，而且只挑肉最肥美的部分，估计也只有罗兰这肉大户才担心这些。现在肉储存的地方并不安全，罗兰将所有的肉放进射牛袋里面，他就不信这样也能被偷走。挑战来到第81天，罗兰虽然食物丰富，但是他想尝点新鲜的，穿上所有保暖的衣服，这是打算再找只豪猪肉搏吗？其实只是去钓鱼，为了避免在冰面上发生意外，带了根超长晾衣杆，镜头都快装不下去，寒风吹在脸上都出现白霜，就知道在这里钓鱼有多冷了吧。罗兰在上面砸了好洞，看着水里的鱼可把他馋哭了，但是这钓鱼技术实在太差，忙碌大半天都没钓到一条鱼。考利也在湖面上钓鱼，但是刚坐下来没多久，就感觉双脚冷得不行，只能站起来缓缓，但是效果并不好，他感觉自己的脚趾都快要没知觉了。眼看天色渐暗，没有办法，只能先回去休息。看看这冻伤的脚趾，要是处理不好就要截肢，但是再坚持多几天就能获得100万美金。换作是你会怎么选呢？考利需要燃烧大量柴火取暖，他可不想脚趾继续恶化，但是豪猪肉剩的不多了，必须到外面寻找到更多的食物。考利只能将希望寄托在陷阱上，大部分陷阱因为积雪失去效果，还好幸运女神并没有放弃他，一只兔子就倒在眼前。这肉虽然只能让考利多熬一天，但是他已经相当满足了。回到营地后立刻熟练的处理起来，好久没有闻到新鲜的肉香，还是那熟悉的味道，隔着屏幕都能感受到他的开心。考利在吃兔肉，罗兰也在准备晚餐。为了确保营养均衡，他之前囤积了不少浆果，但是很多都已经坏掉，幸好牛胃一直没舍得扔里面的残留食物。
营养价值非常高。将草料掏出来，放到锅里面，简简单单一份牛瘪火锅就有了。虽然看起来有点恶心，但是吃起来嘛，还是非常恶心。也就罗兰吃得津津有味。考利需要更多的食物，这天又来到湖面上钓鱼，寒风加上没有鱼上来，这让他非常烦躁。最糟糕的是脚趾冻伤更严重了，即使来回来运动都没啥知觉，夜里只能喝熬了好几天的骨头汤，这并不能补充到什么能量，只能算是勉强让肚子缓缓。距离结束就那么几天的事，考利最担心的就是节目组检查身体，他就怕因为冻伤不让继续挑战。很快就到医生检查的日子，考利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，他的冻伤比想象中还要严重，再这样下去脚趾肯定保不住，节目组可不能继续让考利挑战。很遗憾，这个实力强大的妹子最后只能以这样的方式退出。罗兰还不知道自己已经提前锁定冠军，即使知道也不影响他在这里度假。牛蹄放到火上随便烤，反正吃起来也相当香。闲着无聊就去钓鱼打发时间，甚至还给自己度过一个圣诞节，这小日子过得那是相当好。他唯一遗憾的就是因为参加这次挑战，母亲最后一面都没看到。今天就是第100天，罗兰留下了冠军的记号，就连他妹妹也被邀请了过来庆祝。剩下的食物还有很多，两人一起分享了这里的食物。罗兰感慨万分，回去后一定会花更多的时间陪伴家人。